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C 狗模分享开盒分享。那么这次要和各位开盒的，也就是这一款由新厂叉叉模型出的这个能天使的 MG 级别的马甲。说实在话，这款模型不是这个厂子，我真的没听过，应该是个新厂。而且这个 XS 模型，是不是他们的名字，还是说是未知的名字，就无所谓了。反正这一次的盒子是没有任何的方块的，就单纯的这种普通的铝箔纸盒了。然后整体的盒子大小呢，也就是一个 MG 差不多的水准了。那么剩下的零件方面呢，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一次的板件质量。那么整体的板件数量呢，一共是有25块板件，但是其中包括7块板件是完全的要丢弃的。因为这款模型是提供了双外甲，所以说你只能在蓝色以及红色外甲上进行选择了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个操作我属实是感觉难受啊，毕竟这堆东西是完全用不着的。哎呀。那么说回到这款模型啊，这款模型呢，目前的均价不对，应该说预定的价格呢是在130到135之间，但是目前的现货价格已经是干到了195了，而且淘宝和拼多多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现货，也买不着，这一点真的是挺难受的。毕竟你刚出货没多久，你就干到都快200了。别的不说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板件质量吧。首先呢，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软胶不对 ，PZ 件。PZ 件的话呢，是采取了一种白色的 PZ 件，整体来说呢，看上去还行吧，这个韧性度应该也还可以。然后就是黄色的零件，整体的黄色零件和我们看到的大量的雪崩零件呢，都是保持着一致的。整体的细节刻画呢，我个人感觉，这个板件质量其实还可以，但是在光照下呢，还是会有这样的划痕的，所以说呢，也不算太干净。但是大面上看还可以，背面的话卡榫的部分也是比较干净的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是提供了一个这个AMX 的水贴厂出的水贴，也是这种专用的水贴了。然后呢，来看一下白色板件部分，白色板件部分依旧是有一些发黄的感觉，而且整个上面的细节呢其实还可以，但是会有这样的黑色的小灰尘。然后对于其他的板件部分呢，其实相对来说也还说得过去，但是这样的飞边还是会有一些的。塑胶的话呢，没有什么太明显的，像这样的细节有点类似于那种像 JK 以及那些细节改件那样的一个细节添加，像散热器一样的感觉还不错。这一板的白色板件简单来看一下，整体的刻线细节还是比较清晰的，而且板件质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。单论整个板件质量，我个人感觉其实还说得过去。如果说按照这个设定呢，简单给它做个分色可能会更好一些。然后来看一下灰色板件，灰色板件部分真的是这款模型里边，我个人认为一开盒看到的最干净的部分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塑胶以及划痕。但是像这样的，像打印出来的一样的这个胶的痕迹还是存在的了。但是在整体的细节方面，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。然后有没有其他的板件？我看一下。但是像这样的大块的细节，骨架部分呢，可能就会稍微的小上一些，因为这些都埋藏在里头了，所以说可能也看不到。单论这个细节表现，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满意的。然后就是这一板的黑色板件部分了，黑色板件呢有点那种光亮的感觉，其实也还好，比较亮。但是吧，这个不是特别的干净，反正第一眼看上去呢不算太干净，黑色板件。至于外甲零件呢，一共是提供了白色、红色和这种蓝色的2种感觉。但是因为我这个镜头缘故呢，这个蓝色拍出来呢，其实还是那种深蓝色。正常来说呢，是大半能天使的那种蓝紫色。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区分好。整体的这个板件细节呢，是维持了和前几块板件一样的感觉。整体的细节刻画还可以，但是像这样大面积的零件，这种划痕以及这样的不干净的部分还是比较多的。这一点还是比较难处理的，但是看着还行吧，大面上看着还行。至于其他的部分，看一下，哎呀，这么还有碎的，还有碎渣，细节表现真的还可以，而且板件质量也比较干净。翻到背面的话呢，其实就普普通通了。当然也仅仅是卡榫位置。听说这款模型的组合度不算特别好，所以说到时候还要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。但是真的是没有说明书我真的不太好去记录到时候再说吧。然后是这样的零件。然后红色板件简单的来看一下整体的质量，红色板件的刻线呢，其实和蓝色的是差不太多的，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。质量方面呢，也还行。但是吧，剩着一堆的外甲零件，真的是让我很头疼，很难受。到时候，因为毕竟现在市面上蓝色因为也有朋友到货了，蓝色外甲的话呢，做的是比较多的。那么我呢，这一次就做一个红色的外甲，主要是想给大班的MB8816 MB 真女人试一下。那么开盒分享到这里就差不太多了。板件质量方面呢，我个人感觉还算是比较好，但是
这个目前的价格啊，真的是不是特别好，真的是干的有点高了。那么本期开盒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评测见了，拜拜。